2025年1月，中国社融数据出炉了，官老爷们又在吹嘘历史新高，号称新增社融 7.06 万亿，创造历史。但咱们仔细捋一捋这个数据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像他们说的那么漂亮。你说这个 7.06 万亿确实挺吓人的，比去年同期多了5833亿。但是这钱到底是从哪来的？又流向了哪里？我给大家扒一扒这个账本。先说第一个重点，政府债券。1月份政府债券净融资6933亿，同比多增3986亿，占到了社融增量同比增长的 68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说这7万亿里面，光是政府借的钱就占了快70%。政府疯狂借钱，这不就是自己给自己刷业绩吗？更让人担忧的是居民部门的数据。1月份居民贷款只增加了4438亿，比去年同期少了整整5363亿。这才是真正反映经济活力的关键指标啊！老百姓不敢借钱，不愿意消费，这经济能好起来吗？住房贷款就更惨了。1月份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减少1519亿。你看看，现在谁还敢买房啊？房地产都快垮了，银行放贷也害怕，老百姓更是不敢接盘，宁愿把钱存在银行里，也不敢买房。至于短期消费贷款，那就更惨不忍睹了。1月居民短期贷款同比减少4025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老百姓连日常消费都不敢贷款了。年都过不好了，还谈什么消费升级？官方为了掩饰这个惨状，甚至开始玩起了数据游戏。从今年1月开始，他们悄悄改了 M1 的统计口径，把个人活期存款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都算进去了。这么一改， M1 年增长率就从负增长变成了 0.4% 的正增长。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数据造假吗？更让人震惊的是企业部门的数据。表面上看，企业贷款增加了 4.78 万亿，好像很不错。但是细想一下，这不过是企业为了应付年前支付工资、结算货款而借的短期贷款。等过完年，这些贷款很可能就会被还掉。而且企业短期贷款年增2800亿，中长期贷款才增加1500亿，说明企业根本没有长期投资的意愿。这种短贷多、长贷少的现象说明什么？说明企业对未来没有信心。他们借钱只是为了应付眼前的困境，根本不敢投资扩产。这哪是什么经济复苏的信号啊？分明就是在输血续命。让我们再看看总量数据。截至1月底，社融存量年增长率就维持在 8%， 比去年12月的 7.3% 勉强高了那么一点点。而且剔除政府债券后，社融存量增速更是创下历史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已经跌到了谷底。让我们深入分析一下这份体检报告的具体数据。首先要明白社融是个什么概念，它实际上就是整个社会借钱的总账单。这个账单告诉我们哪些人在借钱，借了多少钱，想干什么。央行从2011年开始编制这个指标，就是希望能通过它来观察中国经济的血压和心跳。但现在这个体检报告可不太妙。虽然1月新增社融创下了 7.06 万亿的历史新高，但是这个数字背后藏着大问题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且让我给大家分析分析这笔钱的来源。在社融的构成中，主要分为4大类：政府融资、企业贷款、居民贷款和其他融资。这就像看病要验血一样，我们得把这些数据都拆解开来看。先说政府债券，1月净融资6933亿，比去年多了3986亿。表面上看，政府借钱投资是在搞建设，但你得想想，这借的钱总得还吧？
利息总得付吧？可现在地方财政收入都在下降，拿什么还？这不就是在用新债还旧债吗？再看企业贷款，表面上增加了 4.78 万亿，创下新高。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，短期贷款增加 1.74 万亿，中长期贷款增加 3.46 万亿。企业更倾向于借短期贷款，说明他们对未来没信心，不敢做长期投资。最让人担忧的是居民部门，1月居民贷款仅增4438亿，其中短期贷款竟然减少了497亿。这说明老百姓不敢花钱，不敢消费了。就连住房贷款相关的中长期贷款也只增加了4935亿，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。有人可能会说，这不是还有 M1 转正了吗？说明经济在好转啊，可别被这个数字骗了。央行从今年开始把个人活期存款和支付机构的备付金都算进了 M1， 这不就是在玩数据游戏吗？即便这样， M1 的同比增速也只有可怜的 0.4%， 而 M2 同比增长 7%， 不仅低于市场预期，还比12月的 7.3% 回落了。M2 代表着整个经济体系里的水位，这个数字下降说明什么？说明央行放出去的水根本没有渗透到实体经济中去。还有更糟糕的数据，去年全年新增贷款仅 18.09 万亿，同比减少了 4.66 万亿，这可是13年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。一个经济健康的国家，贷款需求应该是逐年上升的。可现在倒好，企业不敢借，老百姓不愿借，银行也不愿放。这不是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是什么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社融存量的增速维持在 8%， 比2023年创下的 7.8% 低点仅仅高出一点点。要知道，这个数字在2020年可是高达 13% 以上。4年时间，增速几乎腰斩，这说明整个社会的扩张意愿都在急剧下降。那这份体检报告到底说明了什么问题？且让我给大家捋一捋这背后的真相。第一个真相，经济已经陷入债务陷阱。1月份社融存量已经飙升到 415.2 万亿，相当于 GDP 的 300% 以上。而去年新增贷款首次出现13年来的负增长，同比暴跌 4.66 万亿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地步。每个月放出去的贷款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用来还以前的债，这不是庞氏骗局是什么？第二个真相，老百姓已经快被榨干了。1月份居民短期贷款减少497亿，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往年过年前，老百姓都会借点短期贷款来花销，可今年倒好，别说借新钱了，连存量贷款都在减少。这说明老百姓的钱包已经彻底干瘪了，连借钱消费的勇气都没有了。第三个真相，企业投资意愿彻底崩溃。虽然1月企业贷款表面上增加了 4.78 万亿，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猫腻短期贷款占大头，主要是用来发工资、结算货款的。而反映真实投资意愿的中长期贷款增长乏力。这说明企业对未来已经完全丧失信心，根本不敢做长期投资。更让人担忧的是 M2 和 M1 的数据。央行为了粉饰太平，甚至修改了 M1 的统计口径，把个人活期存款都算进去了。但即便这样， M1 增速也只有可怜的 0.4%， 而 M2 增速从 7.3% 降到 7%， 创下历史新低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经济的血液循环已经出现严重问题。这种情况比90年代日本暴雷时还要糟糕。当年日本的债务率也就 250%， 现在中国已经超过 300% 了。而且日本当时还有强大的出口支撑，现在中国呢？出口萎缩，
内需疲软、人口老龄化，这些问题哪一个不比日本那会儿严重？官老爷们现在就像是再救一个溺水的人，可他们的办法是往水里倒更多的水，还美其名曰注水救人。可问题是，这些水不仅救不了人，反而会让溺水的人沉得更快。你看1月的数据就知道了，政府疯狂借债，疯狂放水，结果呢？企业和居民的融资需求反而在萎缩，这不是典型的流动性陷阱吗？更让人震惊的是，面对这么严峻的形势，官老爷们还在自欺欺人。他们修改统计口径，粉饰数据，就像是得了重病的人在修改体温计，觉得只要把体温计改了，病就好了。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？可悲的是，这种自欺欺人的把戏还在继续。他们说要稳增长，要扩内需，要促消费，可是怎么稳？用什么扩？凭什么促？企业和老百姓的钱包都已经被掏空了，你就算把利率降到0，谁还敢借钱？谁还敢投资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国经济现在比90年代的日本还要糟糕。因为日本好歹还有强大的储蓄和技术积累，而中国呢？产能过剩，债务高企，人口老龄化，这是一个比日本更难解的方程式。所以1月的社融数据虽然创下了历史新高，但这个高一点都不值得高兴。因为这个高是用未来的增长换来的，是用更多的债务堆出来的。这种增长不仅不可持续，而且正在把中国经济推向一个更危险的境地。如果官老爷们还是不愿意正视这些问题，还是想靠印钱放水来解决问题，那么等待中国经济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日本是停滞了，而是一场更大的危机。